最近刷到卡戴珊在节目里直接公开质疑，说美国当年的载人登月根本就是假的。他还有理有据抛出2个灵魂拷问，估计也是很多人心里一直想问的。第一，月球上完全没有空气，没有风，那登月照片里的美国国旗为什么会明显飘动？第二，月球没有大气层遮挡，按理说星星应该又多又亮，可为什么所有登月照片里夜空漆黑一片，一颗星星都看不见？这话一出，直接引爆全球热议。NASA 代理局长连夜紧急出面回应，强硬表态，我们不仅去过月球，前后一共成功登陆了6次。其实除了卡戴珊说的这2点，网上质疑登月造假的说法还有一大堆。太阳光明明是平行光，为什么宇航员影子方向乱七八糟？太空里恐怖的范艾伦辐射带号称能致命，宇航员怎么安然无恙穿过去？相信你刷短视频也经常刷到各种登月阴谋论，越看越糊涂，越看越怀疑。我花了整整1周翻遍物理资料、NASA 公开档案、多国航天探测数据。今天这条视频一次性给你讲透3件事。第一，网上所有登月疑点从物理学角度逐个拆穿，到底合不合理？第二，支撑登月为真的硬核证据链到底有多牢，有多没法造假？第三，也是最扎心、最值得每个人思考的，我们从来没亲眼去过月球，那以后遇到所有自己没见过、没经历过的大事，到底该靠什么分辨真假？其实聊登月真假只是表象，是帮自己升级思维，少被谣言和直觉带偏。咱们放下固有立场，不带站队情绪，从头用科学和逻辑慢慢拆解真相。第一，旗子为什么在飘？真空中反而晃更久。很多人疑惑旗子飘动完全是地球生活经验带来的本能直觉，只要东西飘就一定有风。这个想法放在地球上没问题，但放到月球完全不适用。首先，月球那面国旗根本不是普通旗子，顶部特意做了 L 型横杆，就是为了在无空气环境下把旗面完全撑开。而且旗子是卷着带到月球，展开后本身就自带自然褶皱，宇航员插旗时必须双手转动旗杆，一点点拧进坚硬的月壤里。这个旋转发力会让旗杆产生弹性震荡，等松手之后，旗杆持续晃动，带着横杆和旗面一起摆动。最反直觉的来了，真空环境没有空气阻力，没有摩擦力消耗振动能量，阻尼极低，晃动的能量只能靠材料本身慢慢消耗。也就意味着月球上的旗子一旦晃起来，会比在地球上晃得更久，停得更慢。反过来讲，如果登月的旗子安安静静纹丝不动，那才是违背物理规律，反而更像造假。你可以简单理解，就像你手里拿一根弹簧，用力晃一下松手，空气中会很快停下。如果完全没有空气阻挡，它能来回弹超级久，道理一模一样。第二，照片没有星星，不是没有，是拍不出来。很多人觉得月球没有大气，天空漆黑就是夜晚，夜晚怎么可能没有星星？这不就是明显漏洞吗？其实这是我们被地球天空常识误导了。地球白天天空发白，是因为大气层散射阳光，月球没有大气，阳光不会散射，被太阳照到的地方亮到刺眼，没照到的地方就是纯黑夜空。夜空黑不代表环境暗，月壤反光极强，宇航员白色宇航服也在疯狂反光，亮度差距大到离谱。当年宇航员用的是哈苏 500EL 胶片相机，为了把月面、宇航员、设备拍清楚，必须压低曝光，缩小光圈，参数大概在250分之1秒 f11 左右。而星星的亮度比月面反光暗了足足100万倍，在这个曝光参数下，根本没法在胶片上留下任何影像，自然拍不到。教你一个立马能验证的方法，晚上拿手机对着路边路灯拍一张远景，你会发现天上星星瞬间全消失。不是星星不见了，是相机优先保住了亮的景物，暗处的星星只能被舍弃。第三，影子方向不一加辐射带真相。还有人抓着影子不放，太阳是平行光，所有影子应该朝一个方向。登月照片里影子歪歪扭扭，明显不对劲。原因特别简单，月球表面根本不是平整操场，到处有坡度、土丘、坑洼起伏。同一束平行太阳光照在高低不同、倾斜角度不一样的坡面上，投射出来的影子方向自然不一样。再加上月面本身会反射光线，形成类似多光源的慢反射效果，还有广角镜头的透视畸变，看上去影子就更不平行了。这就像我们看远处铁轨，明明平行，视觉上却会慢慢交汇，不是铁轨弯了，是透视原理在起作用。再说说人人害怕的范艾伦辐射带，辐射带确实真实存在，高能粒子也确实有杀伤力，
但阿波罗飞船轨道是全球顶尖科学家精密计算过的，没有硬闯辐射带核心高危区，而是沿着辐射最弱的边缘快速穿行，停留时间极短。再加上飞船金属外壳天然屏蔽大部分高能粒子，宇航员最终承受的辐射剂量只相当于普通人做一次普通 CT， 完全达不到致命标准。第四，铁证三角，月岩加激光反射器加多国探测器。光拆完质疑还不够，真正让登月没法被推翻的是一套闭环硬核证据链，坚如铁三角。第一，382公斤月球岩壤样本。阿波罗计划先后从月球带回382公斤岩石和月壤，分给全球50多个国家上百家专业实验室研究。咱们中国也拿到过样本。中科院团队研究证实，月壤同位素、矿物成分和地球岩石差异极大，氦三含量是地球土壤上百倍，还有只有太阳风长期轰击才能形成的特殊气体。后来苏联无人探测器也带回月壤，成分特征和阿波罗样本高度吻合，根本没法批量人造伪造。第二，月球激光反射器。当年宇航员特意在月球表面安装了激光反射装置，直到今天，全球多个天文台还能精准向月球发射激光，通过反射测距精确算出地月距离，还测出月球每年以 3.8 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。这个实验任何国家任何科研机构都能重复验证，做不了假。第三，多国探测器交叉实锤。NASA 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到阿波罗着陆点残骸、月球车轨迹、宇航员行走脚印，分辨率高达 0.5 米。日本探测器拍下局部地形匹配，咱们中国嫦娥2号用7米分辨率影像，清晰辨认出阿波罗11号着陆点痕迹，央视也公开报道过。就连印度月船2号也后续确认了这些登月遗迹。不同国家、不同年代独立研发的探测器拍出完全一致的结果，这已经不是巧合，是实打实的实锤。第五，推演真相，造假比真登月还要难。很多人随口一句，不就是在摄影棚拍个电影吗？哪有那么难？其实真要伪造一次阿波罗登月，难度、成本、风险远比真的飞上月球还要离谱。我们简单推演一遍就懂。第一，你要骗过全球所有天文台、天文爱好者，飞船飞行的遥测信号、距离延迟、多普勒频率变化必须实时精准匹配，绝不是录一段录音就能蒙混过关。第二，你要骗过当年的苏联。冷战时期，苏联是最不希望美国抢先登月的对手，雷达监测、航天实力全球顶尖。但偏偏就是苏联，官方媒体《真理报》直接报道登月新闻，科学院院长公开祝贺 NASA， 甚至自己的月球15号探测器还在阿波罗着陆前紧急变轨抢任务。如果他们认定是造假，根本不可能默默认下，一定会当场拆穿。第三，你要稳住阿波罗计划几十万工程师、科学家、技术人员，几十年守口如瓶不泄密。科研圈从来不缺较真、爱质疑、爱挑错的顶尖学者，想让这么多聪明人集体封口，根本不现实。第四，放在60年代，没有任何数字特效、后期合成技术，想在摄影棚完美模拟真空环境、1/6月球重力、月壤微观纹理、天体物理规律，以当年的技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第六，升维思考，普通人该怎么判断没见过的事儿？看到这里，登月真假的答案其实已经明明白白了。但我更想跟你聊一个和登月无关，却影响我们一辈子的事。我们普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亲自上月球，也不可能亲自去验证很多科学结论、社会大事。那我们到底该信什么？凭什么判断真假？现在很多人张口就说我要独立思考，这话没错，但大多数人都陷入一个误区，高估自己的直觉，低估专业门槛，凭着生活常识就敢推翻全球科研共识。杨振宁曾说，人的成长就是不断修正自己直觉的过程。我们的直觉应付柴米油盐日常生活够用，但面对物理、航天、天文这种复杂专业领域，普通人的认知储备真的远远不够。真正清醒的独立思考，不是盲目杠权威，而是先认清自己的认知边界，承认自己不懂，一点都不丢人。那普通人最简单靠谱的判断标准是什么？它不是某个官方组织，不是某一个机构，而是全球一群遵守统一规则的科研人。实验可以重复，数据必须公开，成果要经过同行评议，有错就会被同行质疑纠正。它的厉害之处不在于科学家从不犯错，而在于一个人错了，全世界同行会盯着纠错。不同国家、不同立场、
不同利益的学者交叉验证出来的结论才最接近真相。这就像我们网购点外卖，不会只看一条好评就下单，而是看综合评分，大量真实评价。科学共同体就是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最靠谱的综合评分系统。第七，科学的本质允许怀疑，更尊重证据。很多人误解，相信科学共同体就是盲从权威，不敢质疑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科学最核心的灵魂是可证伪性。现在全球主流科研圈基于海量证据达成登月为真的共识，我们可以暂时接受这个结论。但如果未来某一天有人拿出实打实的硬核新证据，找到摄影棚布景，证实月壤全是人造，有铁证推翻所有物理逻辑，那我第一个立刻改口，更新认知，绝不固执己见。科学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推翻、不断纠错、不断升级的过程。牛顿经典力学被爱因斯坦相对论补充，经典物理被量子力学拓展，每一次打破旧认知都是人类文明往前迈一大步。这就像我们用手机系统，现在的版本不是完美的，但已是当下最优解，没必要因为未来可能有新版本就现在拒绝使用。怀疑本身没有任何错，怀疑是好奇心的起点，也是科学的起点。但脱离证据、无视物理、无视硬核实锤的无脑怀疑，不是独立思考，只是思维偷懒、跟风带节奏。最后用3句话帮你把今天的内容彻底总结到位。第一，卡戴珊提出的旗子飘动、无星星、影子不一、辐射带致命，所有质疑都能用基础物理完美解释，没有一条站得住脚。第二，382公斤月岩、月球激光反射器、中美印多国探测器交叉验证，组成闭环铁证链，想要造假，难度和代价远远高于真登月。第三，我们没见过的事，别靠直觉和跟风下结论，相信科学共同体的交叉验证，认清自己的认知边界，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思维清醒。今天这期内容里，你觉得最颠覆你固有认知的是哪一点？是真空中旗子反而晃得更久，还是造假比登月更难？又或是科学共同体这个判断逻辑？直接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，咱们好好聊聊，也让更多人看到不同观点。如果你觉得这期科普够干货、够颠覆，一定要点赞加收藏，转给身边总跟风信阴谋论的朋友，帮他也纠正认知。喜欢这种用物理逻辑拆解热点、升级认知的内容，千万别忘记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会持续给你深挖宇宙航天、生活冷知识、底层思维方法论，每一期都帮你少被谣言忽悠。主页还有更多类似硬核科普视频，感兴趣可以点进去翻翻，总有你喜欢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